国。你不是力量，不是。小子，长本事了。就你这种又蠢又龌龊的老东西，怎么就能成为石老呢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当时你砍了我的手脚，没想到就成为我获得双拳手的契机。您不用这样瞪着我，我的双手双脚已经不是李家的，我让你来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双拳手。你虽然窃取了端木英的双拳手，但不过只是点皮毛。小欢说的老婆婆，原来就是端木英。你不是渴望得到双拳手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双拳手不仅能操控记忆，还能让肉体获得重生。去，叫所有人来刺他。是。可惜你再也没有机会得到双拳手了。看啊，这些就是你养的牲口。8年前，就在这儿，你们所有人都说我害死了小环，可你们明明知道我那么喜欢小环，但到头来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我说半句话，提出一丁点儿的怀疑。你们用冥魂术折磨我，把我的记忆翻个底朝天，逼我去承认你们所谓的真相。说什么替小欢讨回公道？你们真的在乎生命吗？你们只是喜欢伪善，不顾人死活。小欢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珍惜的人，可你们却诬陷我杀了他。我以前想不明白，
我也是吕家人。为什么你们这么对我？我现在明白，因为在这个家里，根本就不需要，哪怕是一丁点所谓真正的快乐。从小到大，你们所有人跟我说，咱们吕家里的血每一滴都很珍贵。可到头来，就是他的血最珍贵。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，还要把他作恶。好啊，你们不是对拥护邪恶吗？不是不顾亲人的死活吗？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尝尝，失去自己最爱的人，失去所有最美好的回忆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你们这些同谋帮凶，我就要让你们在回忆的美好和现实的空洞中过完这一生。这就是你们应得的下场。从今以后，请叫我全姓掌门。是，掌门。向老爷子，有空聊两句吗？在包厢里吃饭，图的就是个清静。小吕梁，你什么时候这么不待见呢？出去！让你出去，没听到吗？吕梁怎么会在这里？看来我不能不谈了，是不是？夏老爷子，收拾一下，
咱慢慢聊。是。二庄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不是吕家的冥婚书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得观察一下再行动。这才对嘛！大家心齐了，才有劲儿能往一处使。关于那女人的记忆，我已经放到你们脑子里了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把这人给我找出来。你进去后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。哥，等等我！你来追我呀！我可是第1名！你耍赖嘛！这是咱们今天下午剩下的，你拿着。几天不见，牌面这么大。你谁呀？把自己记忆也删除了。谁给你的？你给我的。把记忆解开，告诉我真相。我给了你2个，还有1个呢。吕亮，你刚才用的不是你们吕家的冥婚术，是什么？你果然还是这么无耻啊，张楚来。要不你先看看这个吧。不行，你不能回去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师傅知道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你到底悟到了什么？大耳贼，走了，没时间了。来了。一个是我爷爷，另一个是谁？端木英，跟你爷爷一样，36贼之一，8奇迹的创造者。他的奇迹叫双拳手。你刚刚不是问我用了什么吗？我用的就是双拳手，而冥魂术只不过是双拳手的冰山一角。我也是8奇迹的拥有者了。所以你为什么要找他？我要问清楚一件事儿，让我杀了他。他还活着。冥魂术，双拳手。冥魂术，双拳手。冥魂。宝儿姐，怎么激动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宝儿姐，冥魂术就是双拳手。冥魂术的特点是什么？是记忆。甲申之乱之后，你凭空出世，出世的时候又什么都不记得。你有没有怀疑过是有人篡改了你的记忆？8奇迹之中，唯一跟记忆有关系的就是双拳手，会的人就叫端木英。记忆？端木英肯定知道你的身世下落，我们要赶在吕梁之前找到他。那可找他嘞？二壮，二壮不回我消息。13。嗯。
二壮的事情是公司保密层级最高的，你们两个透露眼睛就算了，现在还要给我出难题啊！三哥，这次事关宝儿姐记忆，而且你们徐家2代人都守护宝儿姐，这次终于可以知道宝儿姐的身世了，你们有什么好顾忌的呀？楚岚，你不用激我知道，你是想通过二壮找到段木英的下落，对吧？没错啊，而且现在吕梁也在寻找段木英，所以我们必须赶在吕梁之前找到段木英。楚岚，你要想清楚，你要动的人，可是当年8奇迹的拥有者，那可是全姓10老都动不了的人。三哥，我们不是来跟你商量，你要是不帮我们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你，狗娃最后是还在，他肯定会帮我的。行，我带你去找二壮，但他愿不愿意帮你们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二壮在研究机构里，你们直接去吧。宝儿姐、张楚岚，你们好，终于见面了。这就是我，二壮。不用替我难受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你们想问我什么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早些时候我出了一些事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爸调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，帮我打造了这个机器，硬是让我活了下来。作为回报，我必须帮哪儿都通管理所有的系统和数据。总之，我的命是保全了下来，只不过我活着的方式跟你们有些不太一样。那你自己呢？你想这样吗？那时候小，还觉得挺好玩的。可慢慢我就发现了，虽然这世界上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没有我查不到的人，但我自己只能关在这个小黑屋里，哪儿也去不了。好吃的、好玩的，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人，都跟我没关系。我爸怕我无聊，又让我学了出阳神的本事，以电磁波的形态摆脱这个身体，这就是我无处不在的原因。你们知道吗？在艺人演武大会的时候，我看了你们好多视频，我可想去龙湖山跟你们一起比赛了。可我知道，这是做梦。说到底，我就是个废人，连自己穿衣吃饭都做不到。没事儿，下次艺人演武大会比赛的时候，姐带你去，你都不用出手，我帮你把对手都埋了，保你拿冠军，是不是张楚岚？必须的。谢谢你们。二壮，我知道你们还是要打听端木英的事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，端木英的双拳手有2个效果，其一是修改人的记忆和认知，其二就是修改人的肉体，甚至能让断肢再生。我出事之后，我爸也一直在寻找关于双拳手的线索，他希望能用双拳手帮我还原身体。他查到了吕家的冥魂术，但那是不完整的双拳手，只能提取和复制记忆，不能修复肉身。真正的双拳手要更加全面，一手可以修复身体，一手可以操纵记忆，不但能提取复制记忆，也能删除。后来我爸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，得知端木英被拘禁在吕家，这才想办法把人从吕家接走，带回了公司。那既然你们已经找到了端木英，为什么你还是这样？他的情况很复杂，其中的缘由我也无法清晰获知。这一切的真相，希望你们能够揭开。如果不是因为我身体残缺，我也想加入你们。你们快去吧，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再见的。一定。
二庄把地址发来了，是公司的产业，肯定有公司的安保。哪3个班啊？找彭说3根丝儿。这件事情影响重大，千万不能牵连他们2个。怎么还没来啊？不等了。再等等，宝儿姐，怎么说也是公司的地盘，很危险。王叔马上就到吧。什么情况？人呢？出来了！宝儿姐，哪个？那儿。虎兰哥，宝儿姐，好久不见！出来了，干嘛呢？大点声！我让你们玩笑关了，滚那边去！好的，多大点事儿啊？早说不就完了吗？我让你们3个低调，低调要低调。你们穿成这样干嘛？低调不也得分场合吗？不能给宝姐丢面。这也是雷次来帮手吗？拿上装备，听我命令，出发！里面果然人很多，肯定有埋伏。听起来个个都是高手，还有钝器击打地面的声音。看起来每个人都有武器。有人靠近门了，宝儿姐！我们来打掩护，你们找几个人溜。别玩了，看节目去！来了，大爷大娘们，今儿我们小哥仨来到贵宝地，就是为了给您送温暖、送健康。哎，这是嘛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让！你们干嘛呢？这不让卖东西。不卖，不是我们送健康、送温暖，送温暖。宝儿姐，其他地方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段木英的身影，就差这附近了。我们仔细找找。他就是一个必须杀人的畜生，他杀了自己的亲妹妹，杀了我的妹妹。啰嗦！太爷，怎么样？这小子把关于宫琴和全信的记忆全都删了。你先上去吧。丽丽啊，你小子嘴硬得很呐！赶紧把张西陵田径中的记忆交出来。这八戒记到底说的是什么呀？当初从吕家逃出去，求得全信的庇护，背叛族门，罪该一死。但今天，只要你把八戒记的线索告诉太爷，太爷保你不死。太爷，我当初跑出去，是因为所有人都冤枉我杀了小环。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事，撒了很多谎，但唯独在妹妹的事情上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小环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是看着你们这些崽子长大的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了解。就算是你杀了小环，我相信那也不是故意的。我没做。
大兴地利，我不希望你是凶手。我们吕家的每一滴血，哪怕是你这荒唐的家伙，我都是格外珍惜的。我希望你能把877的记忆交给太爷，我会重新让你成为吕家的人的。太爷，你愿意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吗？愿意。不过太爷，您能不能回答我一件事？说吧。我在天境中的记忆中看到了双拳手，太爷，为什么明魂术和双拳手那么相似呢？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这可是我们吕家最大的秘密啊！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也应该知道了。谢谢太爷。雷亮，你不是想知道双拳手和冥魂术的关系吗？太爷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这是我们吕家最大的秘密，你得守住啊！小环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继续寻找真相了。哪儿的通快递最近出现大规模送件失误，引起大量消费者不满。作为一家老牌快递公司，究竟将消费者权益置于何处？女士，消费者都在等待回复，您能回答一下吗？这次事件给公司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，公司决定停业休整3天。木代，你还记不记得在五竹村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？我问过你很多问题吧？好，你问问题吧。你喜欢我吗？那个问题，我一直没回答。如果现在回答，还来得及吗？你说过，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时机，就是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。木代，我喜欢你。但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。那如果我说我已经往前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
我会追你，拼尽全力追你。还来得及吗？妈妈喊铃了，对吧？我不想我们各走各路，也不想你牵别人的手。妈妈说，前路会更好。但是我想，前方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怎么都不会好。没关系，多温暖啊！按照国际惯例，一个小队到最后，往往都成双成对儿。我师傅他俩能成。张牙舞爪吓唬谁呢？不服啊？哎，小胖胖，你待着挡着我了。把您给忘了，我抱着您啊。瞧吧，这跟欣姐是有点异常了，会不会是因为……我们的推测可能是对的。还有一个野人，还有另一个琥珀。这根心结不是完整的，真是哎，他的反应这么异常，也没有给我们展示水影。那么说还有信件留在月亮山里。不过没事，
大部分心结都在这儿了，残留的那一点，应该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我和扎妈说过了，要是再有什么情况的话，立刻联系我，不能让剩下的心结再祸害其他人。你们对我这次的冷泉之行啊，怎么看？真的挺有价值的。鄱阳子、木姐、凤凰鸾和我们的遭遇都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我明说了吧，不管是水还是血，对心姐来说，你都只能暂时束缚住她。只有找到传说中的那几样东西，才能永远的把心姐封印住。可这个要去哪儿找呢？那再一个，那心姐一共有几根啊？要是只有3根的话，咱这差不多就成了。什么提携？肯定是问住了他。罗小刀，哎，来了。曹胖胖，我花钱是雇你干活的，你可倒好。罗小刀，花钱做生意就了不起，人走了8、9天，这租门店、装修都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。知道了 ，I'm sorry。骚什么软？以后我伤点心好吗？你看看你什么态度呢？他说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办。放屁！你扒拉他给我忙的呀，我都没有时间照顾娉婷了，多亏了人家连小姐，要不然这事儿连小姐，凤凰楼斜对面的那个连烟店的老板娘啊。听说咱们要装修了，人家很热心，出了不少好主意呀。你和他怎么认识的呀？这不是刚跟你说了吗？邻居啊，一个邻居都比你上心呐。这个连小姐，以后不要联系了。为什么？那红烧，我就得回了啊。我这儿把你送到了，也算是任务完成了。刚曹胖跟我说，张叔等我回来就把我皮给我扒了呢。我真得走了，后面的事儿你自己能解决吧？你真知道要做什么？后面还有什么事儿？首先呢，就你得给你爷爷准备一张好看点的遗照吧。这其次啊，丧葬大事，你得给你爷爷发送发送吧。什么挽联、花圈、校服、黑纱，你也得准备一下。还有墓地，你也得打电话联系一下，找个什么风水。等一下。你从头说一下，第一个是遗照，那我来。第二个是，多亏了我在哈。哼，这小老板娘还跟我抢，她这能顶什么事儿啊？林外才。啊。就这些事情，你怎么都这么了解？我怎么不熟悉啊？我10多岁就出来了，那个时候混口饭吃，什么装孝子、帮哭丧什么事都干过。严老头，严老头，严老头，你们是谁啊？哟，总算今天有人了。爷爷呢？在里面。哎，严老头，不是。哎，严老头，严老头，出来！有什么话跟我说也可以。爷爷呢？死了。你们严家他妈在玩我呢！我一再让你们延期，你们跟我玩死盾是吧？好，装死是吧？装死就可以不还钱了吗？让爷爷出来！什么叫装死啊？
我爷爷有死亡证明的，你要看吗？我拿给你。还给我装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你这胳膊？哎呦！我这纸条不错吧？他教的，那严家人的功夫你是知道的。你们姐根本就不够看，到时候医疗费都不够你赔的。现在的确是要还钱，这天经地义。但是不能说你说有债就有债吧？借条呢？借条，来。兄弟，你这借条保真吗？啊，你还债也得讲个基本法吧？老赖跟我讲基本法，你看清楚。我叔叔一共欠你多少钱啊？小妹妹，你听好啊，押上这一套房子还欠我120万。我不仅有这个借条，每次来我都还有录音。你爷爷可是亲口答应的，说一定会还我这个钱。怎么了？你们严家人说话都是放屁啊！兄弟，别骂人，消消气儿啊！我还你消。这个钱我来还你，但是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严家人从来都是说话算话。我说了还你钱，我就一定会还。但我现在没钱，可是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挣。也许我还得慢，但是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现在没钱，你拿什么还？又慢慢还，跟我玩什么套路啊？啊！你要是不答应，那你打死我好了。兄弟，你也听见了，那人家不怕死啊！给你个方法，来，报警，让法官来判，叔叔欠的钱该不该让侄女还？你觉得呢？人家一小姑娘扛那大几百万的债，还给你还，可以了，啊？好啊，必须得还干净了啊！走。分头找，能找。孟代，你去那边什么？我找着了！小黄哥，这儿，我找着了！哎，略叔，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块琥珀，你赶紧送回去，这里我来解决。莫代呢？他和你一起出去的，他怎么失踪了？不记得。那就好好再想一想。我说了，我记不清了，快把我放了！信不信我报警？我这辈子亲近的人不多，最恨别人对他们下手。我的朋友、兄弟、爱人，我最恨别人来动。你回想一下发生了什么事，好好想，想不起来的话，我帮你想。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让我觉得又畏惧又兴奋。
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朋友想躲开，但又想靠近。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。我想办法接近你的家人。2楼有个房间，我觉得很清静，但是门一直锁着，我进不去啊。这次你们回来，情况又有了新变化，像是有一个声音在一直召唤着我过去。姐姐，2楼不可以。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房间门口了。脑袋里却一直想着，想什么？大木代吊死。然后呢？吊死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给他下药啊，把他带到了这里。然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吴代表，我进不去了，他打我。说明明都是实话了，小老板娘医生我肯定会没事的，说明现在就回家了啊！我去找他。由于这会儿小罗哥在忙，就由我来为大家做实地记录，以便日后讨论。注意了，实验室出现了。八家院不是烧了吗？怎么又修复了？被烧的女人怎么也康复了，还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以上就是这次水影所展现出的故事。但是有点奇怪，这个院儿烧了还能再建，人烧了能跟没事人似的？这故事情节难道是倒叙，从后往前讲的？那个，你小时候和小野人是好朋友？他也配？我去了月亮山，他在山洞里画了很多画，画的都是你母亲带你们俩玩。没错，我妈那时候怕他寂寞，会带我一起上山跟他玩。一个畜生还怕寂寞？你都进山了，就没有陪他玩过？当然不是，我高高兴兴的陪他玩，还教他画画呢。画画是你教他的？不然呢？一个畜生要是没人教他画画，他懂什么叫做画画吗？你不要张口闭口就是小畜生，能不能放尊重点？叫一句畜生就生气了。
那你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还不得气疯了？我高高兴兴的陪他玩，如果不这样，我妈怎么会让我单独的带着他？她又怎么会事事都听我的呢？你做什么了？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就是摘了个蘑菇在嘴里嚼，然后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口吐白沫。你装中毒，然后让他带你去寨子。进来寨子我就好了，我大喊，我大叫，我让村里所有的人都来看他。你真该好好看看他被人砸石头的样子。你够了！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活该。我本来有个幸福的家，就是因为他全没了。我妈不要我了，我爸给我找了个好妈。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都是因为那个小畜生，他活该。连小姐，你根本就不懂他们对你的爱。你有一个有情有义的母亲，你还有一个正直、善良的妹妹，你都失去他们了，但不是他们不要你，是你不配，你从头到尾都不配。对了，刚才嘴里说的小畜生，在我看来，比你更像人。那女孩太惨了，都被撞飞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撞人这么惨啊？警察都来了。哎呦，你看这满地的碎渣子，看血。对呀，哎呀，这这么惨，你说这人能活吗？哎，我听别人说这人都撞得血肉模糊了。哎呀，你说他家人知道要多心疼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医生，医生，快！我儿子受伤了，快！医生，我是家属，他怎么样了？你是家属啊？对，头部有外伤，但 CT 检查胃线颅内出血，
但是情况不明，带到 ICU 观察。那没事吧？得观察观察。那床的病人呢？出院了。出院了？办了手续，天不亮就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的东西落床上了。喂，张叔在吗？没在。张叔给我留了张纸条，他说和老板娘有急事要出趟远门，让我看着酒吧。我刚给他们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呢。好，我去找万婆婆要消息。喂，喂。他在上面吧？可以让他在这边再待几天，我们再观察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久不见。常言道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正是在那天外的世界，有着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拥有着特殊的能力，被称为异人。相传，多年之前，几位异人在一个神秘的地方悟出了8大奇迹，而其悟出的方式及强大的威力，足以引起整个异人世界的动荡。各路异人为了抢夺8奇迹，从而引发了一场血雨腥风。那一年正逢甲申，史称甲申之乱。随着几位传奇或死或隐，巨大的秘密被埋藏，甲子轮转，平静被打破。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夜晚开始。你群混蛋！瞧不起了，不给老子酒喝，老子死心有酒。昨晚有一天，老子离开这破地方。老铁，谢贵坟头，歇会儿。哎，起来，啊！先喝2杯。不喝了，我再也不喝酒了。
这一晚，随着这具被盗的尸身，上一个甲申年埋藏的祸根重现天日，一人世界风云再起。这也太奇怪了吧！这穷乡僻壤的能有啥陪葬品呢？这几家就不错的了，那个最缺德了。你看，尸体都给抬走了，我都让亲眼看见的。你说，要是那盗墓贼穿透这陈年尸体的，这都多少年了？这谁的坟呢？张锡林。各位学弟学妹，接下来我要向你们隆重的介绍本校建校以来最传奇的人物。他大一便带领我校体操队夺得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团队及个人冠军。大二，他退出体操队，改做学术研究。楚岚，你不紧张吗？不紧张。之前经历过这种场面吗？我相信你没问题，去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热烈欢迎这位传奇学长登场。各位学弟学妹们，你们好吗？好。我们如此年轻，喂，村主任？哪个村主任啊？我爷爷尸体被人偷了，你爷爷尸体才被人偷了呢，神经病啊！